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24讲文革后期的中国景象。我们整个文革系列公开课算上今天这一讲，计划还有5讲我们告一段落。那么进入到文革后期了上一讲呢，我们讲了林彪死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带大家看看林彪死了之后到毛泽东死之前文革的最后这几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首先呢，毛泽东病了躺了将近2个月，终日郁郁寡欢，他就盘算着自己所有还剩下的选择。实际上呢，他在文革中就2个事情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把他想干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干下去。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第一个事情继续往下推行的过程中不让局面失控不让中国陷入一个彻底的混乱，他就始终在这2个想干的事情中间找这个平衡。然后呢，在这个找平衡的过程中，他就要施展他的这些政治权术一会儿是团结这部分人，一会儿打击那部分人在中间走独木桥一样的，这就是毛泽东生命最后10年干的事情。那么现在林彪死了，他要怎么办呢？他决定和在文革中一直备受冷落、失去了权势的那些旧的将领来一次和解，需要他们来有。那么他就利用了陈毅的葬礼。陈毅呢是72年1月6号死的，死于结肠癌。那么那一天呢，毛泽东起床之后突然决定要出席这个丧礼。他来到殡仪馆的时候，身上还穿着丝质的睡袍和皮凉鞋他就安慰了陈毅的遗孀，在现场使劲的眨眼睛，终于挤出一点眼泪来然后很快屋里所有的人都跟着哭了起来不知道有多少表演的成分那么这个丧礼之后，很多将领就官复原职了，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武汉的那个陈再道什么杨成武包括呢之前的这个总参谋长罗瑞卿也都被平反了。那有的人就说毛泽东这是利用一个已死之人装成自己一直是被这个奸佞之徒，比如林彪所蒙骗自己装傻。那么除了这个最高层在政治洗牌之外呢，还有一些迹象显示这个局势在改变比如说1971年春天那个乒乓外交之后，说到了1972年初的几个星期，整个北京城就焕然一新了。为什么呢？因为尼克松要来中国了。那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整座北京城洗刷一遍，大字报也拆走了，反美标语也减少了一些从文革时候留下来的路牌也换了新的名字了就改回到原来的名字，不那么激进了。然后通往中南海钓鱼台和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两旁的房子门窗都漆得闪闪发亮，然后还把一排排的树种在天坛入口的公园里。当然了，主要的建筑物还是有军人把守的。我们讲这个东西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现在的中国。很多人老是通过中国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变化去揣测说这个高层是不是政治洗牌啦，习近平是不是丢失权力啦，中国是不是马上就要掉头转向啦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了。看看文革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一遍一遍重复轮回着去做的。现在北京发生的这些景象，当时文革那么上海给大家念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改变了吗？
往后看你们就明白，没有。上海当时是怎样一副新气象呢？说在那个几个星期内用掉的油漆，比这座城市22年来用过的还要多。说文革以来张贴的所有这些标语海报都拆了，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个区接着一个区啊，包括有一个3公尺高的巨型标语，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撤走了，换上了新的标语，拥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橱窗里摆的所有毛泽东的形象物也都拿走了。那这毛泽东雕像是个大问题，因为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石膏常常剥落就会对这个路人呢构成危险。说光在一个小区里就有大约2000座雕像。上海展览中心前面还有一个毛主席伸着胳膊向前敬礼的这种立像，手臂都塌下来了。所以这几千座雕像呢就必须要移走，谨慎的送回到这个石膏工厂回收，废物利用。说大部分的人呢也不那么热衷于这个小型的毛主席像了。很快的，百货公司的地下仓库就堆满了上万尊石膏像和珐琅像怎么那么像是最近的这个拉布布呢？很快潮流就过去了。其实当时的中国人热衷于疯狂的毛泽东这个像也就5、6年时间。那你如果放到现在，有一些习近平的标语或者一些像被撤掉的话呢，那大家可能会听床师会解读成各种的政治阴谋剧信号。其实没有，毛泽东你看在当时换掉这些像，没有任何动摇他权力的实质的东西。公园也都翻新了原来的一些代表着什么封建呀或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形象的一些装饰又都回来了。回来了一半吧，至少恢复了一半。说毛泽东呢自己也换了一副面貌来示人，因为他在陈毅丧礼之后的身体呢更差了，发生了一次短暂的昏迷，之后就开始接受抗生素、强心剂和利尿剂的治疗，然后慢慢就稍微好转一点。他就开始练习坐起站立，并且呢时隔5个月之后第一次剪了头发。1972年2月21日与尼克松这个会面相当成功，原本定是谈15分钟，但是谈了超过1个小时。1周之后，上海公报就是说两国承诺会共同合作，寻求确立彼此的外交地位。然后经历了林彪事件之后，包括尼克松访华等等这些政治宣传，那么大家就会理解成美国承认孤立中国是失败的，就是让当时的中国人这么理解然后据说呢，当时北韩的这个金日成还说尼克松到北京举白旗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宣传是说，人们以前害怕帝国主义，现在看穿了美国的本质，也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那么来自苏联的威势呢，也受到了打击，因为尼克松访华嘛，触发了一连串的国际上的反应。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各国领导人纷纷的都到北京来。那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是这个在中国的宣传里呢，这就代表着毛泽东的又一次胜仗。日本在这个事情上你看美中双方当时在上海发表的那个联合公报在发表之前15分钟才告知日本这个事情实际上对美日的两国关系的互信是造成了打击，这个影响持续了好几年。但实际上呢，中美两国领袖谈完之后，美方并没有获得太多好处
得到了一些承诺但是呢，真正的外交上的突破要到6年之后了。所以尼克松原本以为这一次示好可以让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但其实没有中国还是下定决心的支持柬埔寨这个红色高棉政权，没有改变。之后的几年，美国在那个地方的困境只是变得更糟了。然后军队内呢，一些老将领恢复了名声但是整个林彪这个事情呢，大大削弱了军方的地位。1972年8月，这些解放军就都已经退回到他们的军营里了不再进行文革前些年的这种类似军事干政的这些举措了。那谁来去运转这个政府呢？运转这个政权呢？所以毛泽东只好找回在文革的时候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党内干部，把这些党内干部让他们又取代了军方的这些官员。就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内蒙古的那乌兰夫行了，又官复原职了。李井泉也平反了。那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又出来写了，说我们要有信心，95%以上的干部还是好的，或者是挺好的，大部分犯过过错也都是能够改过的。到了1972年底，大多数还留在5期干校的这些政府官员和这些干部就都官复原职了。但是呢，当然他们过去的这些权力和威望是不存在了。他们很多人都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摧残，所以呢，他们也都心灰意冷都明白这个政治的险恶那么就也都明白政治风向随时会大变，所以呢，就要时刻的提防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他们也不再打算提出什么偏离共产党这个纲领的一些想法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干部们官复原职之后呢，当时也都躺平了混日子。所以在当时呢，是认为这是几年的混乱之后的中国的一次复兴。但实际上在经济方面日后看来它这个进展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之前讲过这个3线建设虽然因为不再那么重要了嘛，跟美国亲善之后短期不会打仗了感觉但是呢，还是依然有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重工业，钢产量还要往上调，所以当时的中国呢，经常这个电力短缺。1973年2月，拿湖北举例只有党的最高领导和外国专家可以获得正常供电。就武汉当时有一半的街灯要定时关闭。很多的国有企业生产力仍然非常的低落。虽然这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士兵都撤走了，但是取代他们的是原来那些旧干部那刚才说了，他们都心灰意冷那他们就干嘛呢？就是做这些公文这些职责都很害怕说不定哪天又来什么政治运动。所以呢，真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自缚手脚工人间也都弥漫着一种散漫和事不关己的情绪我们经常说文革把整个中国人的精气神全摧毁了但往后讲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文革这个后期的这种。那么这些工人呢，这些年来都学会了一套抵抗上层压力的伎俩都知道怎么偷懒怎么避重就轻，怎么推卸工作推卸责任，纪律也非常的松散，然后就都会用工厂的一些设备洗自己的衣服然后主管一转身走，他们就开始打扑克牌甚至偷走工厂的产品
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拿到黑市上去倒卖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呢，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啊，你品质肯定很低劣了。说在广东的一些工厂啊，你比如生产这个电风扇啊、照相机啊、拖拉机什么的啊，说只有1/3的产品能够符合生产标准。在陕西的一些工厂，这个瑕疵品的品率达到1半。所以这些国有财产呢，也都因为人为的疏忽啊，或者这个故意的啊，都造成损失。你比如说这个汉口，华中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些运货的工人啊，就从3公尺高的地方就把这些纸箱包裹就往下丢，啊，里面东西都摔个稀巴烂啊。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根本没关系呢，啊，我们也不管。所以没有太多的数据啊，能够体现出当时的这个经济损失到底有多严重。因为计划经济嘛，那就不重视这种透明度啊和这种会计审计啊、核查。那么至少在1972年，比如甘肃国有企业中啊，每6家就有1家是亏损的。那当然了，再往后3年之后，到1975年，就变成了每4家有1家是亏损的，啊，就更严重了。这些国有企业的干部啊，根本就不关心啊这些产品的成本问题，只关心如何能够达到啊国家定下的这个产量目标。但是呢，这样的生产啊，举个例子，比如1966年的时候，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啊，每100元的固定资产可以生产出160元啊的这个价值的产品，这么一个比例啊。但是到了1974年，就文革8年之后啊，每100元的固定资产，你只能生产出84元的这个价值的产品了，比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减少了1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啊都浪费掉了。很多产品是不符合规定的，又被退货，退回来也不管，就堆在这个国有工厂的这个院子里。那么国家呢，还是把重工业当作最优先产业，所以忽视了民生消费品。在林彪的所谓军政独裁的之前这些年啊，计划经济就导致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满足不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政策上过度的要求人民啊，你们自食其力，就不要找国家来要。所以这就让呢这种资本的分配啊，原本就很恶化啊，现在就更严重。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学大债啊，农业上学大债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呢，还导致了就是中国自己内部的这个贸易往来的中断啊，你都自食其力嘛啊，自己耕自己种自己吃啊，不够吃就饿着，所以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一种封闭。说就连生产一个纽扣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成了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新疆生产的衣物都会运到浙江啊，再加工，所以那里那些村呢，有的整个村子都在生产纽扣。但是现在呢，就完全中断了啊，国内的这个运输网络。所以这些纺织厂就被迫要在本地生产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一个合作了啊，然后就导致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物资短缺之中。当然，新疆缺的不只是纽扣了，这么广袤的啊一个区域，长久以来都是要靠贸易来维持的。但是到了1970年的时候，说这个货车司机啊，说想要买个保暖壶，想买一个保暖壶都要等好几年，你才能买到。
那么当时的这个红卫兵啊，把位于吐鲁番的那些清真寺啊什么都改成了工厂。但是说现在这里连一块肥皂都要分给3个人用一整个季度。省会乌鲁木齐曾经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枢纽但现在每个人每4个月才能分到1包洗衣粉。这说的是新疆大家感觉是内陆，很内陆的，但是呢，实际上就在香港附近的珠江沿岸的这些贸易城市也不行摇摇欲坠。佛山缺火柴，缺肥皂，缺牙膏、电池、棉布。说在南京牙刷都是奢侈品。很多人到了1976年毛泽东死了之后才有牙刷用。毛泽东自己就不刷牙中国人也不用刷牙。那政府呢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这个学大寨这个运动是要到毛泽东死后很多年之后才慢慢放弃的。那么国有企业呢也都做一些调整再次派出一些业务代表采购人员开始出差从1971年起，国内各地的这些商业贸易在慢慢的缓慢的恢复。比如说广州商贸展1973年春天吸引了12万7千名访客，就比1年前要多酒店都订满了。上海也是这样说在1973年的头几个月来到这里的人大概是6万5千人也是采购什么的，每家酒店都订满。政府呢鼓励人民和西方国家做生意美国很多商人就想要来探路。比如说当时北京这个中国银行里面就挂了一张照片这个洛克菲勒的穿着花的运动衫所以文革最高峰时期呢，对于文艺和工艺的这种管制现在也放宽了虽然你还是要禁止一些反动色情令人反感的产品但是呢过去说是一些封建迷信的一些工业品呢慢慢又都可以生产了，还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出口量。少数民族也都获准恢复一些从66年文革开始之后被禁的一些工艺品的生产。乡村呢也可以引进更多种类的产业和成立小工厂了这个政策呢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的一次会议中宣布的是希望呢能够让中国用2条腿走路。农村的一些企业开始支持农业发展，生产农具化学肥料、水泥。那么官方呢感觉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但是还是一个计划经济。这个计划经济还是无法改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了1974年，很多城市仍然仅仅能够满足这个民众所需的基本日用品的一半就能提供这么多的供应量。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人都还在挨饿，比如陕西省数百万人挨饿，河北省在1975年有超过500万名的农民缺乏粮食。你再比如山东省1973年的时候受到过饥荒，说到最后有些县的这个农民把预备下个季度要播种的种子都吃掉。
甚至把喂牲口的这些粮草都吃光了啊！当然了，就牲口早就没了啊，先把牲口吃了，然后吃他们的粮食。甚至把家里什么床铺啊、衣服啊、屋顶的瓦片啊全卖了，换吃的。数千人流落街头啊，一队一队的乞丐就这么游荡，这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你再往内陆去看，湖北也是啊，经常闹饥荒。说很多地方呢，因为营养不良呢，人民开始出现水肿、衰弱、子宫脱垂、闭经等症状。1974年，有些地方农民每个月呀都不足8公斤的食物，也就是大约每天有2颗小地瓜吃。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就因为受不了孩子一直喊饿，就服老鼠药自杀了。说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很常见，在当时。那么这是乡村啊，那城市里相对好一点啊，因为大部分乡村生产出的粮食啊，首先要供给城市居民。但尽管如此啊，你就算在北京首都啊，这个吃的东西也只是刚好够吃而已。中美友好之后，有首批获准进入北京大学就读的这种外籍学生，他们说呢，说北京大学的餐厅啊，就是由这个木板凳和简陋桌子组成的黑暗汪洋。就感觉啊，就是这些职员和学生啊，就跟囚犯一样，就拿着啊，端着自己的这么一个瓷碗啊，在一个小窗口下边排队，就只能领取到一勺啊这种稀稀的液体。就是一些麦片糊，再加上一勺难以下咽的咸菜。说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啊，午餐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肉啊，就是1-2片的这个肥猪肉和一些白菜啊混在一起。这个米的质量也很差啊，里面经常混杂着一些小石头和煤灰啊，必须要小心别把牙给这个咬崩了。所以毛泽东启用的这些旧官僚啊，他不可能挽救这个颓败的工业，也改变不了这个人民公社的这种农业生产的基础。这些领导阶层呢，也不是不知道农村的这些危机啊，所以呢，也在做一些改变。比如1970年，当时中国进口了650万吨的化学肥料，还买了536万吨的口粮，这都是文革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然后为了提高粮食生产量呢，1970年8月啊，也引进了一些农业改革，从国外输入一些技术啊，也做一些这种事儿。当然了，这都是很有限的。那么放弃了极端的这种公有制啊、公社化之后呢，也都鼓励农民啊、村民，你在公余时间呢，你也可以耕作自己的这个自留地。所以农村现在开始允许地区性的市集了，但是还是必须在计划经济的限制之下。那就是意思就是很多的品类的产品呢，还是被禁止的。比如说国家垄断性的物资啊，棉花、食用油、肉啊、木材啊，这些都垄断。所以总的来说，改善的这些政策措施作用并不大。因为和当时最早大跃进啊和3年饥荒啊
那些政策相比呢，也没好到哪里去。但毕竟呢，对于已经要破产的中国当时的经济而言，还是有一定作用。粮食产量呢增加了一些，但是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在整个1970年代啊，这个收入还是在下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把一切都拿走了。那么除了粮食之外呢，其他的农业生产项目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猪肉啊，一直是国家垄断的，那人民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办法啊，去能够获取更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取量。你比如1971年，甘肃省呢比之前一年啊多了100万头猪。那么比起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更是多了差不多200万头猪。但是每头牲口的这个平均体重呢，却比5年前减少了1/3。那么省会兰州啊，在1971年每个月要消耗155吨猪肉，也就是每个人一个月啊，每个人要略少于半公斤。那么1965年的时候呢，反而是240吨。那也就是说，简单而言啊，就是文革开始之后啊，这个大家吃的肉反而少了嘛。毛泽东在1976年死的时候啊，全国当时至少有20%的人活在长期的营养不良中，大概有2亿人是这么个状态，半饥饿状态。那就影响健康嘛，但是当时全国各市政的这些医院啊，也都是被冲击的很厉害。所以呢，这个卫生条件很差。你比如当时武汉啊，有一个地方，一个医护站啊，10名员工里边就有9个都感染了肝病。你再比如说河北省，1965年的医护人员的数量呢是88400人，但是5年后啊，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5年后，减少到了66900名。林彪死后的几年，很多的档案资料显示呢，就有中国人很多啊，就得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为1973年的时候的广东佛山啊，有1/3的劳动人口每个月挣的钱啊不到20块。那么这一户人家每个月呢要花10块到11块钱在食物上。所以如果你得了一些小病啊，你这个月要花个2-3块钱看病啊，就非常艰难，入不敷出。那你大病一个月可能要花10块钱，那就完全没法看了。说每5个佛山工人中呢，就有1个人得这个慢性病，广东全省都差不多。说有一些化工厂啊，2/3以上的工人都生病，肺结核、肝感染、精神病都非常常见。文化大革命之前呢，还有一些医疗机构呢专治这些病的，后来就都被合并到一般的医院里，等于这就又减少了几千个床位。那农村的情况只会更差啊。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就发了疯的啊，要推行这个叫赤脚医生，就是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当医生，一般的这些农村的村民上一个短期培训班啊，就可以照顾群众了。
这些就被当时就叫赤脚医生。这些人很多连字儿都不识，这些课有的根本就没上完啊，可能就10天左右的一个培训。培训的过程中，很多人就在课上就睡觉，就这样啊，出来就是个医生了。所以这个其实又是把国家的责任你又推到公社头上啊，就讲究这个自食其力。很多的医疗品啊也非常的稀缺，你比如说含碘的盐都稀缺。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呢，赤脚医生代表的是一种集体医疗啊，但是只在1968年政府推动政策的高峰期呢发展起来的，之后就难以为继下去了。当时呢要付钱啊才能够得到这种医疗服务，很多人是负担不起的啊，2块钱到10块钱啊，当时很多人负担不起的，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地区，这个健康状态差是一个常态。文革时候啊，不停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医疗上的研究。这些医疗器械的检查啊都做不到，所以你看，比如说山东，说当时啊，发现这些妇女中啊30%到38%这么高的比例啊都有妇科疾病，有些人是因为工作过劳或者营养不良啊，子宫脱垂，也有人是这个骨盆腔发炎或者子宫颈糜烂，许多人都生病啊下不了床，因为得不到医疗照顾嘛。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所以村民呢就开始又转回去了啊，寄希望于过去的所谓封建社会的这种传统医学啊，一些什么接生婆啊什么就又来了。说这些接生婆啊，一般一个村里啊，你比如接生30个婴儿，可能会有10个啊都会死掉。这个孕妇死亡啊，产孕妇死亡也非常普遍。比如1971年，一个县里边啊，就这么一个公社里，就一个县的一个公社里，这一年就有36个妇女在生产的时候死亡。就这一切啊，中国当时这些村落啊的这个医疗获得真正的进步，那都不是说76年文革结束就立刻就改善了，那还要更远，一直到1982年整个人民公社这个制度被废除之后才慢慢好转。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啊，中国后期就文革后期时候的当时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景象。我们下一讲呢会更多的从这个底层的民众的一个自救反抗和他们的一个精神状态去继续分析。感谢收看、订阅、分享。